怎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了四方馆这个项目的呢？因为这个剧本其实几年前有找过我，但后来他们重新做了一版调整，我以为应该很早之前可能已经开机了，然后后来发现哎缘分还在，一直在等你。对对对。这个剧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呀？新颖吧，是我以往没有在古装戏里面出现过的样子。拿到剧本后有没有很期待拍哪一场戏呢？袁墨的出场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真的是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有意思。我真的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颜值这一块，但是我拍我出场戏的时候，我那天我真的稍微注意了一下，我说哎，我这场戏颜值得过关。你眼中的袁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我眼中的袁墨是一个外表看上去比较懒散不羁，比较贪小便宜，或者说处处是缺点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内心是有赤子之心，是很坚定的，但是外表却是用一个比较懒散、比较烂泥的这样一个状态来糊弄。觉得对袁墨而言，阿树是个怎样的存在呀？阿树觉得对袁墨来讲，他是一个归属吧。袁墨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好苗子，但是没有得到好的生长吧，因为袁墨从小失去至亲嘛。当他遇到阿树之后，他开始发愤图强，在很多事情上，他们都会经常以小博大，让他看似摆烂的人生又重新点燃了希望。因为他们两个还有一些千丝万缕关系在，两个人慢慢相识相知之后，就发现有很多共鸣，慢慢的就成为了彼此的陪伴。那么这不是一个轻喜剧吗？所以拍摄的时候会有一些即兴发挥吗？很多，太多即兴的了，几乎每天都有即兴的东西。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跟纯哥的一场戏，我被恶国公打完以后去找纯哥那场戏，我们俩笑的就在现场笑到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就是笑场。剧中有场醉酒戏，当时有提前喝一点吐下微醺的状态吗？没有，就是跟纯哥有一场喝酒的戏，纯哥说哎我给你尝一个啤酒，然后就给我倒到那个碗里，我说不行，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脸红了。喝酒演戏会和平时演戏的状态上有什么不一样吗？还好，我有试过喝酒演戏，除非是我觉得酒后的那种情感爆发的戏，可能会借助一些酒精让自己快速的进入状态。你心中的袁墨高光名场面是哪一场戏啊？我觉得还挺期待最后接近尾声的跟大 boss 对决的一场戏，那是袁墨的一次成长，他把他以前每次在这里都会迸发的情绪摁了下去，就是正是因为他有情绪，但是他的变化在于袁墨的成长要压制。袁墨从老是以小博大，然后老是小伎俩啊这些事情，到最后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的那种一个四方史那种感觉，非常励志的吧。这次拍四方馆期间有没有培养一些新的爱好？拍四方馆有培养自己写毛笔字，因为四方馆里面我经常要写字，我没有学过，之前也对毛笔字没有什么概念，然后这次因为老写，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想认认真真的试一下，写完以后觉得哇，感觉世界都安静了，然后就一直在写。他们在不机位的时候，我也没有离开现场，就一直在现场写毛笔字。后来就是只要现场有笔有纸，我就写。如果说《猎罪图鉴》是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破案剧的话，这个我觉得也是个比较特别的破案剧。它走了一个反路子，它是用人互相之间的情感拉扯来破案。你会担心观众拿四方馆和之前的热播剧进行比较吗？有比较，我觉得也是对于创作者的一个监督吧。有比较，我觉得不是坏事，就是这是一个良性竞争，最起码让同类型题材能够一点一点的往上提升。因为观众的品味、观众的审美也都在提升，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刻让自己提升起来。这次拍摄期间，剧组给你办了一个很特别的生日，这生日当天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惊喜加惊吓。惊喜的是全组的演员、导演什么，其实他们早就知道这个事儿，没人告诉我，都瞒得特别死，然后每天还跟我拍着戏，都是演员，你知道吧？都在跟我演，生活中在跟我演。然后惊吓是当我去的时候，我被那个阵仗吓到了，我就是没想到搞这么大。其实整个过程都很感动，你能感受到就是大家在一块儿每天很辛苦的拍戏，然后那一刻大家都很放松，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张罗过生日的人，突然间大家都给你张罗好了，你也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负担，就是一个很放松的夜晚。第二天拍着戏，突然又来了一波，天空中出现几个大字，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觉，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和关照吧。那生日当天谁是最先给你发生日祝福的圈内好友呢？好像是小明哥，小明哥每次都是提前一天给我发。小明哥每一年好像他都是最早的那个，因为他每次都是4号给我发，我是5号生日。如果四方馆播出后热度非常高的话，你会给大家送什么福利呢？因为这个事情肯定离不开广大观众嘛，观众们对我们这个戏支持和喜爱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所以到时候就听观众的吧，观众想让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之前有在爱奇艺追过什么剧吗？猎罪图鉴啊，并不是海棠红也追过呀。未来就是四方馆，希望大家在爱奇艺使劲看起来，看猎罪图鉴2之前再看看猎罪图鉴1，是吧？都可以。大家非常期待猎罪
腿剑2》，你本人对这部剧有怎样的期待呀？我当然希望它能够超越，我是抱有超越第一部的期待的，因为第一部可能大家已经对它的期望已经在这儿了，你要超越它其实是有难度的，所以我对2的期待就是超越。大家都说你在每部戏里都是颜值担当，对此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谢谢大家对我颜值的肯定，就是我自己真没觉得自己有多好看，就是我觉得好看的人很多，真的很多，所以这方面我还没有那么自信啊。谦虚了，确实没有那么自信。网上大家都说你私服的衣品特别好，你有没有什么韩式穿搭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呀？我觉得没有啥技巧，都是好像刻在脑子里的。因为从小就比较臭美，喜欢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所以很多衣服到我跟前儿，我就知道，哎，我感觉你是一个内核很强大的人，你是如何自我调节、减少内耗的呢？少说多做呗。现在作为演员，你通过一些作品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呢？我很开心，很欣慰的，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让大家见到了檀健次，同样也面临了这个压力。对，这个压力非常大，就是以前可能更随心所欲一些，去演每一个角色，那现在可能演每一个角色也都得考虑到后续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是下一个角色的事情。大家好，我是饰演阿树的演员周依然。这是你的第一次古装剧，和现代戏的拍摄有什么不同的体验吗？古装戏化妆时间会比较久啊，这是我妆最浓的一部戏，因为现代戏嘛就还好，角色比较贴合那种偏素颜的状态。我也喜欢那种质感，也要看角色，因为刚好那些角色很适合。我记得我之前拍一部戏，我的妆发时间就15分钟，包括我身边的朋友，男生有时候不化妆，如果头发很短的话，可能也就10分钟、15分钟。然后古装一下，我们一开始要做2个小时在那儿，我就做到最后，感觉整个人都做僵了，要拉伸一下，要活动一下才可以拍，实在不习惯做那么久。这次是首次和檀健次合作，合作前后印象如何？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综艺节目，看到唐老师在里面的表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演员，还蛮顺利的。因为刚好我们拍的那个过程就是从不熟到熟，角色关系也是从刚认识到慢慢的朝夕相处，还挺顺拍的，就前1个月，所以那个感觉也是符合当下的吧。大家都知道檀健次是6边形战士，唱跳演戏很全能，平时在剧组里有看他施展过什么技能吗？有时候会时不时的来2嗓子。有一场戏我记得在元墨家拍那个退场，就好像是一个演唱会的出场，就有时候也会跳起来，会有一些歌舞的展示。你眼中的阿树是个怎样的人物呢？我觉得阿树是一个特别独立特别勇敢的一个女性。我觉得前期到后期是非常有成长的，前期是一个小女孩，到了后期她是有一个责任和担当在肩上的，这个成长是非常的大的。你觉得四方馆里大家分别是什么担当呀？武力担当是王大哥，然后副武力担当是尉迟姐姐，智商担当是元墨，颜值担当是小沈。他怎么都晒不黑，我们全都问你怎么晒不黑呀？看来也不是防晒的问题，是天生丽质。阿树是什么担当？摸鱼担当。我真觉得元墨起的作用是最大的，因为牵连到每个人。你觉得阿树和元墨是谁先心动的呢？我觉得阿树跟元墨的那个心动是日久生情，可能2个人都不自知，然后也没有说突然在某个时刻我好像喜欢上他了，然后我要说出来，2个人都没有说。当时我们拍那场戏，其实2个人互相就是有感觉了。就是阿树眼睛受伤之后，然后元墨带他上那个高楼去看长乐城的夜景的时候，其实那场戏阿树是很感动的，他从来没有过那种别人对他的那种陪伴和关爱，他不自知其实已经喜欢上这个人了。他们的性格是绝对不会说的，还是会把打闹挂在嘴边。然后元墨也是，他慢慢的也习惯了有阿树的日子，他家慢慢的变成一个还蛮温馨的2人的家。就是这个过程到最后互相都已经离不开彼此。元墨跟阿树他们俩我觉得是惺惺相惜。表白戏是在醉酒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你们是真的喝了点酒吗？我们没有真喝酒，真喝酒的话可能就表到王大哥那儿去了。你们私下里谁的酒量最好呀？不是很好，我没有看到就是尉迟姐姐跟王大哥喝醉过，元墨是有一次是先倒下了。你觉得四方馆里会有一些让观众露出姨母笑的戏份吗？有，因为我觉得阿树跟元墨前期2个人都是有互相打闹互相拿捏，就那个过程其实很幼稚的，2个人前期总是会把一些很幼稚的话挂在嘴边，但是就是2个人的日常，动不动就你欠我100万，你欠我1000万啊，关系是彼此陪伴，也不会觉得对方这样会生气，挺温馨的一个画面。
方馆里哪些具有反差感的高潮情节，给我们透露一下吧。整个剧我觉得最高潮的部分，就前前后后都有。前期是阿树身份快暴露的时候，我觉得最让人意外的是，那个肯定会大家会炸一下，讨论一下这个，哇，这个是真没想到，就那个是我作为私房馆的演员我都没想到的。如果私房馆播出后，在爱奇艺热度飙升的话，你最想做什么事情来庆祝一下呢？就像劈个叉，庆祝一下。接下来我来聊聊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首先是赤子之心，英文里面我们可以用 a pure heart, a kind and innocent heart, a simple and honest heart， 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还有一个词呢叫好苗子，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年轻人呢他们非常的有潜力，这些年轻人呢看起来非常的有天赋有才华，就是他们的前途呢不可限量。所以我们可以用英文里面的 promising talent, rising star, potential talent，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还有一个成语呢叫以小博大，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用非常小的投入用来获取最大的收获。所以在英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说 to win big with a small investment, to gain a large profit from a small risk。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成语的意思。还有一个成语呢叫千丝万缕，这个词呢用来形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就像千条丝万条线那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英文里面的 a complex and intricate relationship。 还有一个词呢叫臭美，臭美这个词呢是说一个人呢特别的喜欢打扮自己，然后呢有一点点自恋，所以就可以用英文里面的 vain 这个英文呢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还有一个词呢叫内耗，内耗这个词呢指的是一个人的内心呢非常的纠结，然后去过度思考某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用英文里面的 internal conflict 或者是 mental struggle, psychological friction， 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词的意思。还有一个词呢叫六边形战士，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呢多才多艺，他非常的全能在各个方面呢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和均衡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all-round star, well-rounded individual， 这些英文呢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词语的意思。